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一位老客户的经历。她叫王阿姨，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。去年到台湾探望远嫁5年的女儿，结果这一去可真是让她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呢。王阿姨之前在我这儿给她女儿雅婷相过亲，后来雅婷经过我介绍认识了一位台湾小伙子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最终修成正果。这不，王阿姨退休后终于抽出时间去台湾看望女儿了。哎呀，丽姐，我这次去台湾真是大开眼界啊！王阿姨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来找我分享她的见闻。我以前总觉得台湾地方小，发展水平能有多高，结果这次一去可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。王阿姨说，刚到台湾的第一天，女儿女婿就带她去办了健保卡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在台湾看病特别方便，而且便宜得很。我前2天还担心自己带的药不够，结果女儿告诉我，在这边看医生拿药都不贵，一般门诊挂号费也就几十块新台币，换算成人民币更便宜。而且医生态度可好了，会认真听你说病情，细心解答你的疑问。让王阿姨印象最深的是台湾的教育环境。作为一个从教多年的老师，她特别关注这方面。我去参观了雅婷任教的学校，那里的教育理念太先进了，学生们不用背那么多书，老师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和思维能力。课堂上有很多互动和讨论，孩子们都很活跃，一点都不怕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边的学生放学后不用补习，补得要死要活的。课后活动都是培养兴趣，什么音乐、美术、体育都有，完全不同于我们那边抓着孩子刷题刷到半夜。而且老师们也不用整天被各种检查、评比搞得焦头烂额，能真正把精力放在教学上。说到这里，王阿姨不禁感慨，你说我当了一辈子老师，怎么现在才知道原来教育还可以这样呢？看着那些快快乐乐上学的孩子，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。王阿姨还提到，在台湾生活1个月，她发现这里的人情味特别浓。坐公交车的时候，年轻人看到老年人都会主动让座，而且超有礼貌的会微笑着说阿姨请坐。买东西的时候，店家都很热情，不会觉得你问东问西很烦，反而会很耐心的跟你介绍。最神奇的是，这边的人见面不会像我们那边一样，一上来就打听你工资多少，房子多大，孩子在哪上班。大家更在意的是你过得开心不开心，生活质量好不好。我女儿说她在这边工作，从来没人问过她年龄，也不会因为她是大陆来的就另眼相看。说到医疗这块，王阿姨真是感慨万千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那高血压要在台湾配，比在大陆便宜太多了，而且预约专家号特别方便，不用凌晨去排队，也不用托关系找人。王阿姨跟我说，有一次她感冒了，女婿带她去诊所看病，我一开始还担心自己是大陆人，会不会看病很麻烦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医生特别亲切，问诊的时候发现我是大陆口音，还特意放慢语速，用比较简单的词跟我交流。配药的时候，护士阿姨还细心的用笔把用药时间标注的清清楚楚。最让我惊喜的是，拿药的时候，药剂师会很认真的跟你讲解每种药的作用和注意事项。你说在大陆哪个医院的药剂师会这么耐心啊？都是排着长队，匆匆忙忙发完药就完事了。不仅是医疗，王阿姨对台湾的文化氛围也是赞不绝口。这边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可太棒了，我看到很多老年人在那里看书、听讲座，还有各种兴趣小组。你说我这一辈子教书育人，退休了，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看书，学学新知识，在这边简直太合适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丽姐，这边的老年人一点都不显老，我看到好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太，穿着打扮都很时尚，经常结伴去学习插花、茶艺，日子过得可精彩了。我女儿说，这边的老年人根本不会被歧视，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社会氛围特别包容。说到教育，王阿姨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。
我去参观女儿任教的学校，看到学生们在做专题研究。你猜他们研究什么？是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。每个学生都跟做小研究员似的，通过实地走访、查阅资料来了解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。这种教育方式多好啊！既学到知识，又培养了对家乡的感情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这边的老师特别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。每个班级都有固定的辅导课程，帮助学生应对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和压力。我们那边现在虽然也在提倡素质教育，但说实话，在升学压力下，很多好的理念都落实不下去。王阿姨还观察到，台湾的大学教育也很有特色。我女儿在这边读研究生的时候，课程设置特别灵活，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都很丰富。最重要的是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平等，课堂讨论气氛活跃，完全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填鸭式教育。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这边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，企业更看重你的能力和态度，而不是简单的看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。我女儿说，她有同事是技职院校毕业的，因为工作能力强，现在做到部门主管了。这在大陆可能吗？王阿姨叹了口气说，以前我总觉得教育就是要考好成绩，上好大学，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教育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。说起台湾的生活节奏，王阿姨可是有说不完的感慨。丽姐啊，你是不知道，在这边生活，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，大家工作都按部就班的，不加班，不内卷。下班后还能有自己的生活。我女儿他们单位到了下班时间，主管都会提醒大家收拾东西回家，要加班的话还得提前申请，而且第二天可以晚点来上班。哪像我们那边，明明是下班时间了，大家还在默默加班，生怕别人说你不够努力。王阿姨说，她特别欣赏台湾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。这边的人虽然工资可能没有大陆一线城市高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好，大家不会攀比谁住大房子、开好车，反而很注重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周末约3-5好友去喝个下午茶，或者去附近的步道健行，简单的快乐就很满足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边的退休人员生活可丰富了，小区里经常举办各种活动，老年大学的课程也特别多样化。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阿姨，现在还在学习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呢。而且这边的老年人特别乐于尝试新鲜事物，完全不会觉得自己老了就该在家养老。说到科技发展，王阿姨觉得台湾的优势在于注重细节和人性化，比如去便利店买东西，结账的时候，机器会用温柔的声音提醒你，请问要载具吗？超暖心的。还有那个智慧医疗系统，挂号、查看检查报告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，特别方便。我发现台湾的科技发展不是一味的追求快，而是想着怎么让科技更好的服务人。像有些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，他们就会有专门的志愿者去教。这种发展理念真的很值得学习。王阿姨还特别提到了台湾的邻里关系。我住在女儿家的这1个月，跟邻居们都熟悉了，大家见面会打招呼聊聊天，但绝不会过分干涉别人的生活。有一次我感冒了，隔壁的陈太太还特意煮了一碗姜汤送过来，这种温暖真的很感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没有那种人情负担，过节的时候不用想着给谁送礼，找关系办事的时候也不用打点人情世故，大家就是按规矩来，特别简单直接。在台湾的日子里，王阿姨还发现当地人特别爱护环境，马路上很少看到垃圾，因为大家都会把垃圾分类后才丢。买东西的时候分享行业经验，这种模式让学生毕业后能更快地适应工作。我还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这边的老师特别注重自我提升。我女儿经常参加各种教师研习营，跟其他老师交流教学经验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活动都是自发组织的，不是被逼着去的。这让我想起我在职时各种形式主义的培训。王阿姨特别提到了台湾的养老环境。
这边的养老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，而是更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。老人家可以参加各种活动，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照顾，而且费用也在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范围内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特别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。养老院会定期组织一些联谊活动，让老人家能交到朋友。我看到好多老夫妻一起来养老院生活，过得特别滋润。这哪是养老院啊，简直就是度假村嘛！王阿姨感慨道，在台湾这段时间，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幸福感。幸福不是住多大的房子，开多贵的车，而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看到路边盛开的樱花，闻到巷子里飘来的面包香，这些都是幸福。我现在每天都盼着女儿下班回来，一家人一起吃晚饭，聊聊天。周末的时候，女婿会带我们去附近的景点走走。这种生活节奏，这种天伦之乐，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丽姐，我决定了。王阿姨特意约我出来喝茶，说要告诉我一个重要决定。我要在台湾定居了，一辈子都不想走了。看着王阿姨坚定的眼神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这段时间她在台湾的经历，每次跟我分享时都充满了喜悦。你想好了吗？毕竟这是个大决定啊。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。想好了。王阿姨笑着说，我已经跟女儿女婿商量过了，他们也很支持我的决定。你知道吗？女婿还说要帮我申请居留证呢。王阿姨告诉我，这个决定她考虑了很久。刚开始我也担心语言不通啊，生活习惯不同啊之类的问题，但是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台湾人说话很温和，就算我有些词听不懂，他们也会很耐心的解释。而且啊，在台湾生活真的很舒服，这边的医疗保障好，看病不用担心，街坊邻居都很热情，生活各方面都很方便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生活节奏特别适合养老。说到养老，王阿姨眼睛都亮了。我都打听好了，这边有个老年大学，课程可多了，书法、插花、烘焙、园艺，想学什么都行，而且学费特别便宜，就是要让老年人能快快乐乐的学习。你是不知道，我现在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。早上去公园运动，中午约姐妹喝茶聊天，下午去图书馆看看书，晚上还能跟女儿女婿一起吃饭说说话。这种生活我做梦都会笑醒。王阿姨特别强调，她最欣赏台湾人对生命的态度。这边的人不会觉得老了就该在家养老，而是鼓励老年人多出去走走，多参加活动。我看到好多老年人还在工作，不是因为缺钱，而是想保持生活的热情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这边的人特别尊重老年人的想法。我说要学开车，女儿女婿二话不说就支持。你说在大陆，可能会有人说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学什么车啊？但在这边，年龄从来不是限制，只要你想做，大家都会支持你。还有啊，王阿姨说起自己的规划，我准备学台语和闽南语，融入当地生活。女婿说，等我安顿下来，还要带我去他老家游览。这边的人就是这样，把你当家人看待。听到这里，我由衷的为王阿姨感到高兴。她在晚年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那以后还能常见面吗？我半开玩笑的问。当然啦，王阿姨笑着说，我肯定会常回来看看的，说不定还能给你介绍几个台湾的优质男士呢。那边的男人可靠谱了，特别会照顾人。看着王阿姨幸福的样子，我想说的话一下子都说不出来了。这或许就是人生吧，当你勇敢地迈出那一步，就会发现生活总会给你惊喜。好啦，王阿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记得点赞关注，下期我们再见。